既然回来了，安分一些，他怕是还没好全。蓝启仁冷冷地丢下了一句话，便转身离去了。忘机，快些带魏公子回去吧，他现在怕是不能在外久待。蓝曦臣看着离去的叔父，再看看眼前挡在魏无羡身前，似乎是要护着他的蓝忘机，摇头笑了笑。叔父啊，还是舍不得，明明很想关心忘机，却还是这般严肃。看来一会儿啊，还是得去一趟叔父那汇报一下忘机这边的情况。好，我这就带他回去。蓝忘机刚想拉着身上懵懵懂懂的魏无羡离开，却发现他身后除了兔子，似乎还有个小小的身影。你这孩子怎么在这？蓝曦臣愣了愣，他看见了魏无羡身后的孩子，是蓝忘机从乱葬岗带回来的那个。这些日子太忙，他便没想起来去看他，怎么在这碰着了？羡要和弟弟玩。魏无羡看着蓝曦臣伸向温苑的手，以为他要将自己的玩伴抢走，慌忙挡在温苑面前，一脸委屈地望向蓝忘机。刚刚这个哥哥抱了自己，虽然勒得有些疼，但是应该不是坏人。魏无羡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智商去分析自己所见到的人。兄长，魏婴似乎有些不对，将他们一起带回去吧。蓝忘机这才从巨大的惊喜中缓过神来，发现了魏无羡的不同寻常之处。他的魏婴怎么好像傻了点？于是蓝氏双臂一人抱着一个去了净室。魏无羡被蓝忘机拦腰抱着，怀里还揣着一只雪白的兔子。他望着面前的人，突然觉得有些开心，也不知道自己开心什么，反正就是开心。这个哥哥在抱羡羡啊，这个哥哥怀里好舒服啊，要是能一直抱着羡羡就好了。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，声音也好好听，羡羡好像在哪听过，好熟悉的声音啊。蓝忘机和蓝曦臣一起回到净室，细细研究了一番，才发现他在莲花坞找到的，正是他方才一直想着的第6魄除秽。有了这一魄，魏无羡便能自己活动了。可能是趁着蓝忘机去冷泉疗伤的时间醒了过来，又没有人看顾，便自己爬起来跑了出去。正巧碰上了养在后山兔子堆里的温苑，两个人玩的倒是挺开心。蓝忘机感觉到的没错，魏无羡现在确实有些傻，只有儿时的记忆，只知道自己叫魏婴字无羡，也只记得自己的父母。这倒不是他魂魄损毁了，而是他的第二魂爽灵并未找到，于是他便是这副痴痴傻傻的模样了。无妨，无妨，只要你能醒来，怎样都好。蓝忘机看着一旁跟着温苑一起玩兔子的魏婴，觉得自己这些日子的奔波都有了意义。他的魏婴真的没有抛下他一人活着，忘机，那孩子当如何？他似乎不记得自己是谁了。蓝曦臣突然想到，之前蓝忘机从乱葬岗带回来的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将那孩子的高热治好以后，曾细细问过，可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可怜兮兮的模样倒是让他心软了。蓝忘机看看那小小的奶团子，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，兄长可否将它记在我的名下？蓝忘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他刚刚似乎看到了几年前的魏婴，在夷陵的街上，笑嘻嘻地对他说，这孩子我生的。他想自己不会有孩子了，魏婴若是他魂魄尽数归位了，怕是不会和他在一起了。毕竟他不喜欢他，若是魏婴走了，找了个谁家的仙子娶了成家，自己倒也不至于一点依靠没有，孤孤单单的活着。也许因为温苑，他还能偶尔过来看他几次。蓝忘机越想越觉得心中发酸，甚至酸上了鼻头，将眼泪酸了出来。忘记你也好，你想个名字，我择个日子入族谱吧，记在你名下。蓝曦臣本想着拒绝，可看着蓝忘机那副模样，瞬间懂了，也只好苦涩的一笑，应了下来。他这个弟弟样样都好，只可惜喜欢了一个不喜欢他的人。不过没事，这位公子刚刚醒来，他们还有时间培养感情。魏公子啊，魏公子，你可千万别让忘机难过啊！忘机他这些年太苦了，我作为兄长，舍不得呀，就叫蓝苑吧。表字变换思追，愿因同愿，亦作希望，思追，思君不可追。好，这孩子我先帮你教导，待魏公子好了，再将他送过来。
蓝曦臣将坐在地上玩耍的小蓝苑抱了起来，离开了静室。蓝苑乖乖地待在蓝曦臣怀里，望着他的线哥哥，想着下次再来找他玩。他还小，不知道自己因为一句话得了个世人皆为惊叹的出身。弟弟蓝苑没有闹着留下，倒是魏无羡看着蓝苑被抱走，有些难过。他才刚刚认识的小伙伴，怎么就走了？魏婴，我陪你。蓝忘机轻轻地将坐在地上玩兔子的魏无羡搂在怀里，也不管自己羞红的脸颊，硬生生将他抱上一旁的软榻，省得他坐在地上受了凉。哥哥，你是谁啊？魏无羡窝在蓝忘机怀里不肯离开，望着蓝忘机一片绯红的脸，绽放着笑脸问道。我名唤蓝湛，家中排行第2。无妨，无妨，魏婴现在还小，不识我自然应该。无妨，蓝湛哥哥，蓝二哥哥，二哥哥。魏无羡念了念称呼，觉着还是二哥哥顺口些，便窝在蓝湛怀里，笑嘻嘻地叫着二哥哥。你想怎么叫都好。蓝忘机看着怀里的魏无羡，也不去纠正他的叫法，就让他放纵这一回吧，他也就只有这些机会了。若是魏婴好了，怕是不愿再这样唤我了。他想着这些，又将怀里的魏婴搂得紧了紧，也顾不上自己红到耳根的羞怯了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身上，玩着怀里的兔子，笑得一脸天真。魏婴，我有些贪心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再久一点好不好？等过些时日，我再带你去寻剩下的魂魄，你莫要怪我自私，求你，许是太累了。蓝忘机就这般搂着魏无羡靠在软榻上睡着了，而魏无羡精神本就不好，又玩了许久的兔子，竟也趴在蓝忘机怀里睡了过去。一时间静室里没了任何声响，室中软榻之上，韩光君正倚在上面睡得香甜，怀中紧紧抱着夷陵老祖。而夷陵老祖穿着韩光君的衣服，趴在他怀里打着小小的呼噜，娇憨得很。二人似是一幅画一般，连风都不忍心唤醒他们。蓝忘机是被压醒的，他醒的时候觉着半个身子都麻了，眼下一扫，看着趴在自己身上打着小呼噜的魏无羡，竟痴痴地笑出声来。真好，魏婴还在。他轻手轻脚地将魏无羡抱到床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便出了门去，想着给魏婴做些吃食，免得他醒来后饿了。然后还没到一炷香的时间，他就被魏无羡的哭喊唤了回去。二哥哥，哥。魏无羡抱着蓝忘机哭得伤心，还打了几个小小的哭嗝。蓝忘机突然反应过来，现在的魏无羡是父母双失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他醒来第一眼看见的，除了兔子和温苑，就是他。魏无羡不可能去依靠一个孩子，所以他现在最依赖的便是自己。蓝忘机猜的没错，魏无羡在蓝忘机刚刚离开以后，便睡得不是很好，不到一炷香便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。当他看见空空荡荡的静室，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又被抛弃了。爹爹和娘亲没有回来，新认识的二哥哥也不要现了吗？